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红石狗来，我是鱼干。今天的主题，大家可以看到标题上就是已经拖了约莫4个月、5个月左右之类的 Q&A。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你看我穿耳洞了，你看这是 Ola，然后这个是阿帕，这是 Yulu。很可爱，这不能卖的哦，这是我自己去做的。好，我们就开始吧。我们今天大概挑个100题，好不好？100左右。但是我觉得扣掉重复的，搞不好100题都不到。我们就慢慢来。第一题，我发现第一题就是猛药如果阿帕突然离开人世，你会为他做些什么事啊？这谁敢想啊？这个从来不是在我脑海里面会出现的一个选项，但毕竟它是一定会来到的一件事情。但我不想要为这件事情做任何的心理准备。总之，它不会是我现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会为它做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看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会继续做小厨房类型的影片吗？是很想，因为毕竟你知道现在工作室有个厨房，但是我用到它的时间实在是非常的少。其实我以前做小厨房有一点是累积起来的，就是一些想要做的东西把它累积起来，然后现在一次把它做完之后，就没有再去想要吸收新的东西了。但是如果我之后看到一些简单有趣厨房料理白痴也做得出来的东西的话，我说不定还是会回去拍。但是目前的话，真的是好像什么都是要看缘分吧。我这个人真是太散漫了，这样真的不行。下一题，你会后悔踏入 YouTube 界吗？还有满意现在的生活吗？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感觉都会后悔，你知道吗？就算你现在当了什么 CEO 啊，赚了一大堆的钱，你搞不好也会后悔你当初没有选择另外一条路。基于满意现在的生活的话，我是蛮满意的。后悔吗？没有到太后悔。Right now 这个 timing 是没有的。OK， 下一个，想询问一西鱼干姐姐用的麦是什么厂牌的？感觉音质超棒的啊，因为Blue 的 Snowball。下一位，大大会带着4只猫咪跟大家见面吗？他们常常萌得我一脸鼻血。把4只猫咪带出门实在是太冒险的一件事情了，我应该不会去选择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本猫的话，可能要非常的有缘分哦，还是在影片里面看看他们就好了。下一位，你可以多拍麦块的影片吗？这个问题真是从刚出道到现在都有呢。再来是有想要再领养新的猫咪吗？新的猫咪我觉得就像上瘾一样，就是如果哪一天在网络上看到很可爱的猫咪在送养，我搞不好又会一个不小心又养下去。但是基于现在还在跟 Yulu 培养感情的状态，对，然后会领养别种宠物吗？我觉得我可能会想要等我老了以后啦，或是有小孩以后，把狗也养养。但是这只基于想啦，还要想到一些现实层面的事情的话，我觉得领养别种宠物或是领养新的猫咪都是一个非常需要深深的去考虑的一件事情。还会不会有 cosplay 之类的东西出现？不会吧？大家如果问这种会不会再怎样，会不会怎么样的，大部分都是要看缘分的。再来，鱼干大概几岁？18。鱼干是台中人吗？我是台北人，搬到台中。下一题，以后会不会到马来西亚玩？其实我有去过，但是那是我蛮小的时候。以后会不会想再去嘞？会，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再来，有最喜欢看的动漫吗？好难哦。如果要说是大家知道的喜欢的话，就是游戏人生。如果是大家比较不知道的喜欢的话，我非常的喜欢怪画猫，大家可以去看看啦。如果看不下去没关系，我懂你的感觉，但是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最近发现主角有出 PVC， 我好想要买啊！下一位，我一直感觉鱼干在空岛生存的时候没有拿出屁话潜力，可以在 Q&A 影片中表现一下吗？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讲屁话的人，好吗？对那3只猫最伤脑筋的事情是什么？现在应该是4只，最伤脑筋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在床上尿尿。前天我睡觉的时候还一直觉得奇怪，床上怎么会有一股尿味，但是也没有湿湿的，殊不知是因为它干掉了。有想过最多会养到几只猫吗？巧克力有7只我怎么可以输他？你30岁吗？18。鱼干愿意收我为弟子吗？不要。怎么会突然跟敦爸拍麦块呢？敦敦，你的粉丝都叫你敦爸哦，好酷哦。就是因为他说，我们来拍吧，我们就开始拍了。下一位，喜欢的卡通跟动漫不能相提并论，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最喜欢的卡通的话，阿甘妙世界吧，而且一定要是中文版的。第一次看到什么时候？在旧工作室的时候，因缘际会吧，好像是有人剪精华放在 YouTube 上，然后看就哇，好白痴的卡通哦，然后就开始看了，就这样。怎么认识工作室的伙伴？基本上全部都是网友，哈哈。
鱼干水郎在哪里？他家吧，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什么时候出新单曲？会办演唱会吗？会来香港看看香港的小肉干们吗？有打算出专辑吗？缘分，缘分，缘分，缘分。可以唱达拉崩吧吗？不行。鱼干大家最喜欢吃干妈煮的哪道菜？狮子头。什么原因犯上妈妈木？然后在妈妈木里面最喜欢谁呢？我觉得回答这种韩饭的问题都有点危机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是因为很喜欢他们表演的感觉，他们的歌因为是他们唱的所以好听，加上他们现场的能力非常的强，每一个人的个性又都非常好，这都是我看那些综艺节目得到的结论。但是如果说特别喜欢谁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把他们4个拆开，我搞不好就会有一点没感觉了。所以我是喜欢他们表演，喜欢他们作品，这样应该不会被吧。然后再来是为什么会决定成为铲屎官呢？哇，这个故事我好像也讲了不止一遍了。就是我本来是想养狗的，但是因为狗实在是有太多诸多照顾上的繁琐的事情要做了，后来觉得猫咪不错，就开始养猫了。然后他们的名字的由来阿帕纯粹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一款游戏帕的游戏，那个影片的主人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就是阿帕，然后就很有趣，我就叫他阿帕了。欧拉跟欧里纯粹是因为 Orange 这个东西衍生出来的，我完全没有想过要怎么取他的名字。尤鲁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要想办法让他的名字不要跟阿帕还有欧里跟欧拉像，就叫他尤鲁。本来叫乌马的，但是乌马跟欧拉太像，我怕叫他们的时候他们会错乱，所以我就叫他尤鲁了。然后 Press Play 专案是不是不开放订阅了？因为 Press Play 之前在满1年的时候我就正式的停掉它了。然后我可以一直说鱼干吗？随便你。我是第一个发问的吗？不是。你有 freestyle 吗？没有。有什么想法或对肉干们说的话呢？要说的都已经在百万内部说过了。有很喜欢看的书吗？还是说鱼干不看书？尺度也没有很大，他很担心问到一个尺度很大，但是如果我看得出尺度很大怎么办？没有啦。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很喜欢看一本悬疑小说叫《别相信任何人》，但是这本书不知道在借给谁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所以我想要看第4遍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再看它了。但是大家不要寄这本书给我。下一位，会做到什么时候？不能再做的时候。不做 YouTuber 会做什么？没有办法，现在就是个废材，不当 YouTuber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干嘛了。有想要达到的目标吗？100万之后的目标就是200万啊。除了日本后，未来还有想要去的国家吗？我想要把所有的已开发国家都去一遍。欧里还会乱尿尿吗？其实我现在真的都抓不到是谁在乱尿尿因为他们都很会挑时机，抓不到现行犯啦。简单介绍一下新来的猫猫，有拍影片介绍过了。再来，你会想要跟哪个 YouTuber 合唱？如果黄明志算 YouTuber 嘞？没有啦，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跟所有在 YouTube 上面做音乐相关的人合唱，所以基本上他们有来找我合作的话，我没有一个是会拒绝的。如果你是一个在音乐发展上非常有想法，而且非常有能力，而且有资源的话，欢迎写信来跟我合作哦。然后再来是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吗？葱、红豆、香菜，葱包含洋葱哦。下一个，为什么明明是你的工作室，大家都会来啊？我怎么知道？他们就是没地方去就会来啊，就这样。呱呱是怎么认识鱼干工作室的人的？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连锁他是阿静他们之前的小帮手，然后后来又发现他是菜渣的什么同学的表妹、堂妹，对。之类的，然后就认识了。如果某一天醒来发现自己真的变小鱼干，会想被家里哪只猫吃掉？哇，好酷的问题哦！其实刚好就是这么刚好。昨天我在洗澡的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世界末日了，已经没有东西吃了，你要怎么办？我脑子里想到的答案是让猫咪把我吃掉，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嘞？应该是我把它们吃掉吧。但是如果今天醒来真的变成小鱼干的话，我要给阿帕吃，因为阿帕现在吃饭都会被人家抢走，很可怜，我都要另外偷偷喂它，不要告诉其他的猫咪哦。尤鲁名字的由来没有原因，就只是随便想一个有母音的，出现其他猫猫的反应。阿帕好像有一点跟它组成了没有蛋联盟，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喜欢去闹欧拉，欧拉也会不厌其烦的凶他，他也不厌其烦的被凶。喜欢 Jim 吗？非常喜欢，也是因为他表演的感觉，就是他的作品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然后18岁的鱼干大大。最近有想到什么特别的妆容吗？没有，但是我最近想到一个化妆超级偷懒的方法，有机会再分享给你们看哦。大概全部完成只要5分钟。再来，有没有你想要去尝试的领域，但是有所顾虑，目前无法尝试的呢？一直有在想，如果自己的单曲要怎么拍MV。
因为我其实是比较倾向于大家听音乐就好，然后画面的呈现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太要求，所以如果有资源的话，我应该会想拍拍看。然后有些是尝试的，但还没有成功，像是减肥。鱼竿当初决定做 YouTuber 的初心还在不在？我自己是感觉没什么变啦，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100订阅，它是少打一个字，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事物。女仆帮我打扫房间、工作室、洗碗、扫地、洗衣、做饭，谢谢。菜渣没有鸡鸡，那你有没有鸡鸡？我没有啊，我是女的。除了工作室伙伴，目前最欣赏哪一位 YouTuber 呢？有机会跟那位 YouTuber 合作吗？最欣赏的是浩浩，我觉得他真的是业配界的 king， 好想让他业配一下自己的频道。有一天起床发现自己变成猫咪，第一件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到菜渣的床上尿尿。我操！看到身边的同行被攻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法？哇，这题有点深奥哎。其他 YouTuber 被攻击的时候，会挺抱不平的，会想要多帮忙讲话。但是其实，如果你今天是自己被攻击的那个人的话，反而就会没什么感觉。基本上大家就还是维持着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彼此加油打气吧。养40只猫跟养一只跟阿静一样体型的猫，你会选哪个？好难选哦！如果是阿静体型一样的猫，那个尿尿跟大便应该会很可怕吧？但是如果可以养跟阿静体型一样大的猫咪的话，我应该会想要试试看。4只猫咪目前多重哦？现在总合起来应该有超过15公斤吧？你会像秋风大一样开一个频道里面放猫咪吗？不会，因为我需要他们来冲我的流量。为什么鱼竿女神要用鱼竿这个名字呢？我从小到大都叫鱼竿啊，没有为什么。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心情回复？看一些超白痴的冷笑话，或是去逛笨版。好想看看工作室的整个样子，可以拍成影片吗？现在这个状况是不太适合拍成影片啦，但是等到我有一天觉得工作室好美丽、好干净、好整齐、好漂亮的时候，我再考虑。为什么鱼竿大家喜欢猫咪？不知道猫咪有毒啊，会上瘾。请问你真的是18岁吗？请问鱼竿是永远18岁少女吗？真的哈？你们为什么一直在质疑？父母是什么时候知道鱼竿是 YouTuber 的呢？刚开始说他就知道啊，莫名其妙这个人一直在家里对着电脑大吼大叫的，怎么会不知道？如今回来竞争变大，做不起来，想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现在这个环境实在是太难，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出来做的话，非常的需要热情跟做影片的爱。工作室的租金贵吗？以这个大小还好，但是以正常人的支出的话，还蛮贵的。鱼竿养阿帕前有养过其他宠物吗？有，我养过一只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叫它帮狗，然后它是一只土狗，是很久读小学的时候养的，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拍照的东西，所以没留什么它的照片，可惜。然后有养过小老鼠、迷你鸡、鱼、小乌龟，我连一般的鸡都养过。猫咪对我多重要，就是像刚刚那个世界末日的话，我会把我自己给猫咪吃一样，莫名其妙。我现在想还是觉得有点不公平，为什么不是他们给我吃？可以做一个囧星人与他室友摸哥一起做一个特辑吗？会拍一些关于狗狗的影片吗？请问可以拍关于猫咪去身体检查、吃饭、互动、拉屎的影片？请问为什么你会想看猫咪拉屎的影片？可以拍猫咪小知识系列吗？所有可以拍什么系列，可以做什么，可以干嘛，可以跟谁合作，都是要看缘分。会拍整人的影片吗？不会。下一位，为什么欧拉跟欧里出现的频率那么高？阿帕都在干嘛？我怎么知道啊？他们就是比较会抢镜头啊，对不对啊？你说对不对啊，小妹妹？新的猫咪也会结扎吗？已经结扎了。如果有一天起床发现猫咪们开口对你说话，期待他们说什么呢？我不会期待他们说什么，只希望他们不要把我吵起来就好。为何会想和朋友组一个工作室？我一直觉得我们叫工作室的话，就对其他工作室太不公平，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在工作，应该是说就是一群朋友，没有一个为什么，就是一群朋友想要一个地方一起玩，所以大家就在这边一起玩了。又多了一只猫。阿帕最近在行为上表现让你觉得如何？还不错，我觉得阿帕一直都是最乖的猫咪，虽然没有像小女生那么宅奶，但是它偶尔来蹭蹭啊，偶尔来偷摸摸啊，其实都是很可爱的，而且还不太会主动滋事。下一个，如果有公司想签你去当歌星，你会答应吗？不会，竞争太激烈了，我觉得歌星这条路实在是太难了。你想不想环游世界？如果不考虑金钱问题的话，当然要啊！有没有厂商要赞助一下环游世界的部分？好了，我的相机快要没电了，我们就到这边停了吧。
你要不要来回答一下我们是什么关系啊？这题真的很难回答哎。